那是他收到最好的回答，让他知道他不是孤身一人。也是这句话让他知道，旁人的看法如何，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又如何，只要他还是他，只要他还愿意在那条或许永远也看不见光明的小路上一直走下去，总会有人能够看到他心中那份最纯粹，只关乎治病救人、医者人心的医道。所以蓝忘机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但他没打算把这些告诉江澄，他只是笑着，然后用最肉麻的口气说：是啊，蓝湛他对我来说最重要了。是玩笑，也是实话。果然，江澄受不了了，他听着魏无羡这样甜腻至极的声音，不由得从胃里翻上一股恶心，让他忍不住干呕几下。他连忙伸手做了个打住的手势，然后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魏无羡好笑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，可在转过身的一刹那，他在医院通明的灯光下看见了那个人。那人面色如玉，俊秀清雅，一双眼睛里微微泛着血波光，是个最好看不过的人了。魏无羡眸光一亮，不自觉便笑了出来，分明隔得不远，可他还是垫着脚，十分夸张地冲他招了招手。那是他最重要的人，也是他最喜爱的人。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说不上来的奇妙。黄昏时分，急诊室人也不算太少，有忙碌的医护人员，也有痛苦的伤病患者，周围甚至充斥着刺鼻的消毒液的气味，可偏偏在彼此眼里，这些都不见了。一切都是虚晃，在通明的灯火下，在忙碌的大厅里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对方一双含笑的眉眼。那么纯粹，那么明朗，那么勾心夺魄，又那么喜不自胜。蓝忘机不明白，为什么不过只是分开片刻，这个人却会这样热切地跟他打招呼，像是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挚友，又像是等到了期待多年的爱人。蓝忘机眸光闪了闪，爱人这个词炽热的几乎要占据他的全部心绪。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对方，眼里平静的表象下是足以将人吞没的惊涛骇浪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滞缓了，像是一场甘霖将积攒在他心头一天的疲惫尽数冲刷，然后草木生根，鲜花盛放，死气沉沉变成了生机勃勃，然后一切都变了。他说不上那是一种怎样的情绪，或许大浪淘沙有一天会将魏无羡这颗珍珠呈现在他面前，可不是现在。他心里兵荒马乱，近30年没有起过波澜的湖泊，竟在这样一场再和煦不过的春风下泛起涟漪。他突然有些慌张，面对着这样的热情，他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还有心底那些还未理清的思绪。最后蓝忘机掩饰着自己的无措，从容而淡定地向他点了下头，转身进了办公室。只可惜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脚底的一丝错乱，却尽数落到了魏无羡眼睛里。他笑着猜到了蓝忘机的小心思，所以没有继续追上去为难他，而是转身去帮其他医生的忙。温情说得不错，今天的人确实很少，可当他处理完手上几个患者之后，也已经是夜幕沉沉。倒不是因为他医术不佳，相反，正是因为他医术好，人又长得俊朗，还会说话，所以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就都对他有好感，有拉着他空闲时间说话的，有要他帮着缓解情绪的。总之，魏医生刚来第一天就成了急诊室里的小红人。等终于忙完，他叹着气走进休息室的时候，却发现里面的灯已经黑了，只剩下书桌上一盏昏黄的小灯还亮着。魏无羡第一眼就看见了一手撑着脑袋睡着了的蓝忘机，他看起来疲惫极了，可面前还堆着一本摊开的书。魏无羡凑上去看了一眼，是一本工具书。他无声地笑了下，在蓝忘机的对面坐了下来。说起来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蓝忘机。昏暗的小灯下，蓝忘机合着眸，没了平时看起来叫人退避三舍的冰冷气场，反倒还有些温和。他睫毛很长，光线照下时，会在他面上投下2块小小的阴影，像凤尾蝶翻飞的翼，又像是指尖下颤动的弦。他看着看着就失了神。魏无羡趴在他的对面，突然想时间就这么停歇下去，灯光幽暗，美人在畔。他可以听得到他的呼吸，也能听到他的心跳，清晰透彻，勃勃生动。想着想着，他伸出手去，想要触摸那个看上去终于有了温度的人，想摸摸那张总是对旁人冷冰冰的脸，可他又害怕把人吵醒。于是
手指停在了距离面部很近的地方，从额头开始，一点点往下，然后是眼眉、鼻梁、唇瓣、下巴。他细细地描摹着，发现这个人的线条竟是那样柔和，柔和到让他以为这是一汪漂流着花瓣的春水，不会波动，也不会结冰，有的只是湖面上潋滟的波光和散着清香的荷花。他近乎痴迷地看着，却可惜这些本该明晰的柔和在他醒时几乎是看不到的。只要那双琉璃色的眼眸睁开，所有的温柔化为一场幻梦，都会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将温度尽数掩盖在冰冷之后。可明明休息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暖。魏无羡笑着，就这样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已经睡着了。天光熹微，阳光透过微薄的窗帘斑驳地洒在他脸上，像是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。昨夜睡得太晚，所以他刚醒来的时候还有些懵。魏无羡呆呆地坐在休息室那张仅有的小床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门口那张书桌。他想起了昨夜睡着前所看到的情景，那个人的眉眼、轮廓，甚至是睡着时的一呼一吸，他都记得清晰无比，如数家珍。然而脑子里转过很多事，却偏偏没有注意到自己是怎么到了床上的。突然他想起了什么，拿起手机一看，随后便感到一阵胡素顺着脊柱爬上了他的天灵盖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快10点了！他猛地蹦起来，一边穿鞋，一边在脑子里为自己默默流泪。上班第一天就迟到，这可真是神仙都救不了自己了。他想起当年在蓝忘机课上迟到时抄过的半本书，手指不自觉地抽痛，这记忆太过惨痛，所以哪怕是到了现在，他也忘不了自己画过的那些又长又复杂的太炼结构图。魏无羡几乎是忐忑着一间病房去找蓝忘机，最后终于在拐角处的病房里见到了他。他站在门口，看到那个拿着病历一脸淡然的人。那人站在窗前，已经敛去了昨晚的温柔，换上平常那副清冷而又严肃的面容，仿佛除了工作，他身上不会再沾染上人间任何的七情六欲。魏无羡走进去，轻轻在他身后咳了咳。蓝忘机翻着病历的手顿了下，但很快就恢复正常，他甚至连头都没抬，就对魏无羡淡声道：“醒了。”魏无羡轻轻地了一声，但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，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期间除了偶尔进来跟他打声招呼的护士姐姐，他就像一尊雕塑一样不声不响，如同老僧入定。但蓝忘机没让他尴尬多久，很快他就转过身来，用一双平静至极的眼神看着魏无羡，看得他浑身发毛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魏无羡就听到他跟自己说，上次的书抄下一半。魏无羡欲哭无泪。接着蓝忘机发挥出他带实习生的能力，跟在魏无羡身后看他查房。